大家好，我是多马行为，今天我们来讲一拳超人的229话。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，请帮我点到3000个赞支持 UP 主一下吧。上回说到英雄协会的内部问题日益严重，为了挽回运营方面的颓势，协会想让当家花旦龙卷出来拍支广告，在笼络人心的同时，也方便招募人手。龙卷本来是打算果断拒绝的，他根本就看不上那些能被广告吸引来的菜鸟啊。不过他突然又转念一想，我的老相好光头曾经说过啊，他也是从一个弱鸡慢慢努力过来的嘛。所以啊，龙卷最终还是站在了摄像机前，他想告诉全世界梦想成为英雄的人们，和怪人作战的生活啊是极其残酷的。如果你们没有随时准备好献身的觉悟，我劝你们还是放弃那种天真的想法吧。我靠，说白了就是龙卷他只想跟强者一起玩嘛。他在摄影棚中召唤出了巨大的龙卷风，这样的广告拍出来，想必就能把那些只会拖后腿的家伙们都劝退了吧。但是到了广告播出的这一天啊，看着绚丽的光影和大白腿，摄像师傅还是很懂镜头语言的嘛。龙卷他居然面带笑容，摆出各种可爱迷人的 pose， 最后还娇羞的朝着镜头比心。来报名的话，就奖励你一个捏捏哟！我操，我要吐了！龙卷本人看到广告过后，更是气到画风变异。得知了协会根本就没有经过他的同意，居然擅自用 AI 技术修改了广告的内容，再加上这个时候吹雪一副花痴的表情突然跑了进来，姐姐，你刚才拍的广告真的是好可爱哦！龙卷彻底绷不住了。当然了，这个广告呢其实是营销达人假面在负责拍摄的了。更离谱的是，春天还在推特上放了张图，假面在聊龙卷广告的时候啊，手机里面居然在看的是光头的照片。我操，这不是变态这是什么呀？与此同时，在各地市区的大荧幕上也正播放着龙卷的招募英雄广告。一个眉毛有些分叉的男人看到广告之后露出了不屑的神情，他可是一名非常有潜力成为顶级英雄的人哦。骚气十足的英雄协会星探妹妹今天就是来专程拜会他的，名为猎人组织的自卫团团长阿克塞尔，我们干脆就叫他旱冰小子吧。然后呢，离谱的就来了，旱冰小子和星探妹妹展开了一次气氛非常诡异的对谈。星探这边的目的很明显是想把旱冰拉入英雄协会，但是他用的话术可以说是非常的拉胯。他一面说英雄协会现在遇到了大问题，人手不足，英雄又不受控制什么之类的，一面呢又表示协会特别看重战斗实力和社会评价。然而旱冰小子多少也有点自负的成分啊，他看不起英雄协会也就罢了，还顺带嘲讽了一波恶狼，看来他属实是没打过几个厉害的怪人啊。最后呢，双方聊到了目前协会面临的民调低迷问题。星探妹妹表示想让旱冰小子的组织成为职业英雄啊，以民间组织为噱头，提高市民的支持率，再以此来笼络赞助商的资金援助。毕竟旱冰的组织可是打赢过鬼级怪人的，实力足以匹敌数个 A 级英雄啊。但旱冰小子明显非常厌恶协会的做法，自己的组员因为讨伐怪人而牺牲了，现在协会居然想靠自己用血汗拼出来的战果去当噱头来换钱啊！所以这应该是旱冰第二次明确拒绝了英雄协会的招安了。当然，星探妹妹这边还是要极力再争取一下的，她向旱冰提出了包括酬劳、医疗、装备等各种优待条件，还承诺旱冰将会享有 S 级英雄的待遇。可相比于名利啊，旱冰这边是完全不信任英雄协会的能力和作风。协会花费了大量民间汇集来的资金，聘用了如龙卷、金属骑士、腰痛老头那样的强者，最后却只把精力放在了保护有钱人的身上。耗费巨量资金修建起来的英雄总部，其实是富人的避难所，还派遣了大量 A 级英雄进行驻守。旱冰这一通罪证列举下来，表示英雄协会早已脱离了初衷，变得腐败不堪，直接都给星探小姐姐整得无言以对了。她有些羞愧的想要起身离开，结果却从旱冰的口中得知了一个更为不妙的消息，那就是3年来英雄协会独霸业界的格局，现在要开始变天了。
嗨呀，讲到这么情况危急的时候啊，协会的一帮高层居然还在那里悠闲的开会，探讨招募英雄的事情呢。上级出现了马考也一手操办了龙卷的洗白计划，他现在在协会内的底气啊，可以说是非常的硬朗了。另一头呢，协会则是严肃的讨论了之前金属骑士的办事不力，指责他花大价钱修建的设施那简直就是豆腐渣工程。正在监听会议的金属骑士发现莫名其妙自己就被光头搞了一手，算是彻底结下了梁子。而高层们对于龙卷这种不受管束的英雄也是颇有微词。但是眼下协会又一直招不到新生力量加入，因为现在有个很尴尬的问题啊，那就是协会拍了招聘广告过后，虽然民调支持率是提升了，但是报名英雄的志愿者却是完全没有增加嘛。也就是说啊，英雄世界里原来也有白嫖的吗？该不会英雄协会的尽头就是带货吧？我们继续来说回协会变天的事情啊。像招募旱冰小子那种新 S 级英雄的事情，其他地区也在同步跟进。在一间相扑布屋中，面对身躯壮硕如大象一般的超级肥仔，看着他正气势磅礴的在进行铁炮训练，星探大叔连发出邀请都变得没了底气啊！这个男人也是协会多次想要招募的强者，超相扑组织的横纲雷电啊！听名字就知道啊，这位是捏他的史上最强力士雷电为右卫门。不过他本人据说是因为品行高尚啊，婉拒了横纲的头衔，所以相扑生涯的最高段位是大官级别。星探也是照旧对着雷电一顿彩虹屁，说现在的世界啊，怪人横行，灾祸遍地，政府军队压力不堪重负，所以希望雷电能够加盟英雄协会啊，以振士气。我靠，像这种冠冕堂皇的说辞啊，那和之前的小姐姐完全就是两个极端嘛。和旱冰小子那边一样啊，雷电也不屑地拒绝了协会，并且他也向星探放出了消息，自己早就签约了之后将会出现的新英雄组织啊！你说什么？看来这个组织啊也是早有预谋的，现在特意找了两个有实力的人出来放话呀，这是要正面和英雄协会宣战了。高层的一群酒囊饭袋听闻了此等大事，直接吓到面色惨白啊！看来他们的好日子是要到头喽。旱冰小子呢还透露，连现目前英雄协会的赞助商中也有几家准备倒戈了。他们组织更是早就和几位 S 级的英雄啊通过气了，随时啊都可以实现跳槽。说到这里，镜头直接给到了我们的小公主杰诺斯。在经历完了饿狼战役过后，博士又给杰诺斯搞了套新装备，后者显然是已经收到了新组织的邀约。博士似乎有些担心，那小杰啊似乎早就看英雄协会很不爽了，这次是否会顺势跳槽呢？而杰诺斯的心中永远都只关注着那个最强的男人，这个男人啊，他现在正在看龙卷的广告，他表示，哇，真下头啊，家人们，原来这个龙卷他这么会夹的。本话结束。